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瑞克的知识频道。那这一集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是如何从一个台湾本土的这个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走向国际市场的，以及台湾的工程师如何在这个职场崭露头角，以及最后我们会介绍说，这整个国际大型基础建设专案里面呢，大概有哪些角色，以及每一个角色以及每一个职位他们的薪资范围大概是如何。那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如果你还没有按赞、订阅、分享的话，麻烦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我们可以聊聊关于国际基础建设的职场。在这个各国资金泛滥的年代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包含再生能源发电厂、各式各样的石化化工厂、高铁机场的这种基础建设，以及现在有大量资金涌入的这个资料中心以及这个挖矿的中心，这些都是跟基础建设还有能源有关的。那为什么我们邻近的国家，可能中国或者是韩国的这种 main contractor， 也就是主要的承包商，在世界各国攻城略地，但是在台湾海外基础建设的这个公司似乎很少有办法在国际上面崭露头角。比较有名的可能像中鼎，但是中鼎其实他们的在国际上面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公司，这或多或少跟我们的国际政治以及台湾的外交处境有一些关系啦。但是呢，我想要给大家，如果你在国内是学这方面的，包含你可能是在国内是学土木或者是机电你可以做一些思考。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国内的营造业的话，可能台湾的工程师一个月还在领4-5万，这些国外基础建设的人才，年薪外派来说，我们都是15万甚至20这样子。就像我们这个现场很多这些工程师或者是资深的这些老外，他们都是算时薪，那时薪可能是60到100欧元不等。那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就是很难在海外争取到高薪？台湾的公司之所以没办法壮大，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分工并不够明确。简单来说，就是说在台湾的公司，可能每个人什么都要会，但是什么都不是很精通。例如说，我们在海外做基础建设或者是做工程的时候，理论说工程师他不太需要去管采购或者是发包，或者是 QC、QA， 也就是所谓的品管，还有环安卫，这些都是有专门的人在做。但呢，台湾的工程师似乎就是公司会一个人当多个人用，可是欧美的大公司他们分工通常都比较明确，所以说工程师呢主要是专注在他负责的系统的技术的细节就好。例如说你如果需要采购的话，他会有一些专门的人员在处理，那你如果需要品管QC、QA 的部分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在处理，以及国外对于这种技术文件的撰写保存或者是专案管理方面的训练都比台湾来得好。那台湾在相对之下，我们的可能技术非常强，就是技术本位的思维很强，但对于专案管理的训练以及跟厂商不同的界面沟通的训练，尤其是外语英文这部分的训练，其实是需要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沟通能力。通常我们的英文能力不像一些其他的外国人这么好，包含新加坡人或者是像邻近国家的马来西亚，我们的英文都没有这些国家的人这么好。所以在这个工程的现场，其实很少会看到台湾人担任要职。我现在目前就是任职在海外的公司曾经也是有考虑想要采用台湾的供应商，但是我们派人去开会，这个开会的初期，当时他们的工程师就完全没办法用英文沟通，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家公司就损失了我们公司想要给他们合约的这个机会嘛，因为他们这家公司，他们还请了一个专门的小姐去做翻译这件事。但大家知道嘛，如果是透过翻译，你讲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没办法很流畅的，你想要表达的意思传达给欧洲的厂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台湾的本土的厂商可能都比较缺乏这种想要进军国际市场的这个野心。
也就会导致说我们台湾本土人才或者是基建的工程师在本土上班的话，发挥的空间其实是蛮有限的。那最近因为可能台积电有去海外设厂的关系，所以呢可能有带了一些人出去。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说啊，我们就是缺乏一些跟欧美厂商接轨的这些机会。也主要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啦。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虽然很强，但是在基础建设这方面，其实我们落后中国或者是韩国非常多。大家知道中国国家电网，他们其实已经在中南美洲都大肆的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很多就是这种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电网其实是中国去开发的。那韩国在中东的这个炼油厂，或者是他们这些石化产业的基础建设，很多都是韩国的厂商，尤其是现代重工。那接下来我想要谈谈比较个人的部分。再来，我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个国外大型的基础建设来说，会有哪些职位以及专业的基础建设团队。通常因为专案可能会根据不同的类型，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区别。例如说，你要盖台北101，你要盖就要配置的人员，肯定会跟盖离岸风电、盖石化厂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大型基础建设专案本身的这个组织架构并不会差太多，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我们接下来以一个国际工程团队，如果以大约20亿欧元，也就是大概600-700亿台币左右资金的这个大型专案，国际大型的这个 EPC 统包商来做举例的话，我现在讲的是 Global Pay， 也就是说这种expect 被外派去的，而不是说本地 local hire 的这个薪水。你要争取到这些薪水的话，你肯定本身自己要有够强的经验。像我本身已经有在3-4个不同的国家工作的这个经验，我的工作经验不算很长，大概从2019年到现在算起来的话，大概7-8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我已经有在3-4个不同的国家工作过了，包含台湾、丹麦、越南，还有这个有一段时间很常去新加坡出差。我2023年那一年，我大概去新加坡出差了4-5次。去年我也是去韩国待了2个月，因为我就是去工厂做验收，所以短期加长期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话，我已经有在大概4-5个不同的国家工作的这个经验。虽然说我工作经验不算长嘛，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这种国际不同的国家的工作经验。假设你想要去应聘这种 Global Pay 就短期外派的这种高薪的话，你就是需要有不同的国际经验。通常这些国际大型的专案，专业人士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那这种专案通常可能持续大概3-4年，或者是到5-6年都不等。但是通常不同的专案时期会有不同配置的人员。通常在办公室做设计的这个薪资就会比去现场，因为现场工地它可能就是比如像我们在这里越南，其实它的那个环境或者是它的这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所以它的薪资可能会比在办公室的人员多大概1.5倍不等。那可能不同的公司，或者是看你怎么去跟你的老板，或者是去跟 hire 你的这个公司谈这个 package。那我是觉得在大型的专案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型的专案你会看到很多 contractor， 就是约聘的。那他可能就是来这里为了某个项目，比如说你要在这里为某个设备试车，或者是安装，或者是测试，那他可能就是半年到1年几个月。这个是在台湾工作比较少见到的这种模式。这些人的薪水可以高达1万到2万欧元不等，但他们就是以这种专案的形式，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被找进来7-8个月，然后他们如果觉得够了，他们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就再换下一个专案。在台湾大家比较是想要追求稳定，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偏好去找正职的职缺。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专案的模式，你可以短期把你的经验值还有把你的薪水冲高。
那你也可以快速存到比较大量的这个资产这样子。那你想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休息嘛。如果你一年做5个月，你可以赚7、8万美金，那你就可以可能再休息半年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我就会介绍，在一个专案工程类的这个职缺来说，他们有哪些不同的职位，以及他们的薪资水平大概是如何。